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制作国风系列林泽旗袍领毛衣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趋势社”进入查看。这件衣服分为后片、前片、袖子、领子和装饰这几部分。先钩织后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往返钩织，从下往上分为身体、胸片和领肩。这里身体分为一区和二区，一区在两侧减针，二区不加不减钩织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用线随机。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及制式图解。挂好线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钩锁针。小样这里锁针数量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身体一区第一行，这一行从左向右看图解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一针。在倒数第二针上调锁针上方半针，钩一针短针，5针锁针，下方间隔3针锁针，继续调半针，钩一针短针。我们将这2针短针和5针锁针当做一个花样衣，继续钩一针锁针，间隔3针钩一针长针，1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3针长针，之间1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再钩一针锁针。我们将花样1之后的针法当做一个花样2。下面间隔3针再钩一个花样1，注意短针之间间隔3针。继续间隔3针钩一个花样2。后面继续交替钩织这2个花样，注意入针位置之间均要间隔3针，继续往下钩。
最后一个花样一完成后，刚好勾完起针位置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二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逆时针翻转织片。这一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勾一针短针，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。接着在左侧花样一的锁针洞眼里勾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和一针短针。我们将洞眼里钩织的针法当做一个花样3，下面到了花样2位置，在第二个一针锁针洞眼里钩3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下一洞眼钩3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左侧洞眼再钩3针长针。我们将花样2上钩织的针法当做一个花样4，下面继续在花样1洞眼里钩一个花样3。花样2的中间3个洞眼里对应钩花样4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钩完最后一个花样3，最后在结尾的短针上钩一针短针。第二行完成，我们将起针线头在右手边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也就是花样4纹理清晰的这一面。接着钩第3行，先立4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3针长针，之间一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钩一针锁针，接着在花样4上锁针洞眼里分别钩一针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完成一个花样1，接着在左侧花样3的锁针洞眼里钩一个花样2。这一行就是像这样，在花样4上
勾一个花样1，花样3上对应勾花样2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完这一行。最后一个花样1完成后，一针锁针，在最后这个锁针洞眼里勾3针长针，之间一针锁针过渡。接着在最后一针短针针目上勾一针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针完成，第3行就勾好了。继续勾第4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左侧2个锁针洞眼里分别勾3针长针，2组长针之间2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，按照第2行的勾法，在花样1上勾花样3，花样2上勾花样4，勾完这一行。最后一个花样3完成后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长针和锁针。最后一针长针勾在开始的起立针上，挑最上方的锁针2根线钩织即可。第4行完成，后面的第5到11行继续对照图解往返钩织，中间部分花样对应钩织，形成这样交错的纹理。两侧需要对照图解钩织对应的针法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第6行开始，起立针勾好后，翻面直接在锁针洞眼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下一行结尾的长针，注意在对应的针目上钩织。后面长针的入针位置，注意对照图解。第9行结尾的2针短针，第一针勾在锁针洞眼里，最后一针勾在起立针上。大家可以从下往上找到第3针锁针，挑2根线对应钩织。注意
勾完第6行后，可以测量一下这片尺寸，与图纸给出的数据比对一下。如果相差较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重新钩织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1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起立针对应下方的针目，在这一针目上再钩2针长针，形成一针长针加针，继续钩织中间的花样。最后在起立针上钩一针长针，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长针。大家注意从下往上找到第4针锁针进行钩织。长针一针放3针完成，第12行就钩好了。继续钩第13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左侧洞眼里钩一针长针，继续对照图解钩织。最后一针锁针完成后，在当前锁针洞眼和起立针上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先分别钩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一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。第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，继续在起立针上再钩一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减针完成，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其针目，第13行完成。依区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，两侧继续减针。注意长针减针这一行开始的起立针位置，下一行不钩织，在旁边的针目进行钩织。具体边缘针法的入针位置对照图解即可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身体1区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身体2区，接着1区的线不加不减钩织，中间继续对照钩织花样，边缘针法注意入针位置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2区就讲解完了。下面继续接着身体钩织胸片，两侧继续减针，然后不加不减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1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开始需要渡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团或织物从线圈里穿过，拉紧，这样线圈就变成了一根线。将正面朝上，对照图纸找到接线位置，也就是花样2中间这个锁针洞眼，将线钩出，调整渡线贴合织物，这样渡线就完成了。然后对照图解钩织这一行。
最后一针长长针完成后，后面的位置不钩织，第一行就钩好了。后面第二行继续返回钩织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下面钩第三行，先钩4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跳过一个洞眼，在下面2个洞眼里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同一位置再钩2针长针，继续对照图解钩织。最后2针长针完成后，下面钩一个并针花样，先在当前洞眼和下一洞眼分别钩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接着在最后短针上钩一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并针花样完成，第3行就钩好了。后面继续对照图解钩织，注意边缘针法入针位置对照图解。大家将胸片对应的行数钩完，这样胸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领肩，分为左右领肩，注意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胸片最后一行在正面结束，这里继续钩织左领肩。钩之前先找到最中间的位置，小码这里是花样4的中间一针长针，大码则是花样3的中间锁针洞眼。注意用记号扣做好标记。小案这里以小码为例，在花样4中间一针长针上做标记。没有记号扣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心针代替。下面我以小码为例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大码学会方法后，对照图解钩织即可。先钩左领肩第一行，这里我用小案演示，对照图解钩织对应的针法。钩完记号扣位置，第一行完成。后面往返钩完第5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下一行开始位置较远，大家可以进行渡线，也可以断线重新接线。这里我演示一下接线的方法。先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，拉紧，接着翻到正面，找到第6行开始位置，这里可以将线打一个结，将线圈钩出，调整一下，接线完成，然后对照图解钩织这一行。钩织时线头可以边钩边收进去。
第6行完成。继续勾第7行。结尾是长针与长长针的并针，在对应位置分别归针长针和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一针长针与长长针的并针就勾好了。第7行完成。后面继续往返钩织，遇到需要渡线的位置，按照之前的演示渡线即可。最后断线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左领结完成后的小样。这里没有收完的线头，继续在反面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其余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收好即可。接着钩织右领结，翻到反面，在左领结第1行结尾一针的入针位置接线，也就是记号扣位置。然后对照图解往返钩织，最后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领结完成后的样子。整个后片也讲解完毕。接着学习前片，分为右前片、门击和左前片，分别钩织，然后拼接起来。先钩织右前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往返向上钩织，分为身体、胸片和领肩。身体同样分为1区和2区，左侧边缘与后片左侧钩法相同，右侧不断加针形成这样的弧度。中间继续钩织花样。胸片在左侧腋下减针，右侧缓慢减针形成弧度。最后在领口处断线，重新接线钩织领肩，形成领窝。结尾几行在左侧控针形成斜肩，钩法与后片左领结最后类似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其钩织完成。注意边缘针法入针位置对照图解，保证边缘弧度美观。这里领口位置会遇到新的针法中长针，具体钩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方法后对照图解穿入对应的位置钩织即可。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左侧针目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一针中长针完成。这就是中长针的钩织方法。这样右前片就讲解完了。
接着学习左前片，同样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往返向上钩织，分为身体和胸片。身体一区在右侧减针，方法与后片对应位置类似，左侧边缘加针。这里会遇到在同一位置钩织一针长针和一针长针的情况，直接对照图解钩织对应的针法就可以。二区右侧不加不减，左侧形成这样的弧度。胸片开始需要渡线，腋下位置需要减针，然后不加不减钩织。结尾形成一点斜尖，左侧继续减针形成弧度，最后断线。钩织方法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对照图解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左前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门襟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绕圈钩织第一圈，然后往返钩织完成一区。完成后，在另一侧接线钩织二区、三区和四区。用到的新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手指绕线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在线圈里钩一针长针。2针锁针，接着钩一针长针2针的早行针，先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2针的早行针就钩好了。继续钩2针锁针，往下对照图解对应钩早行针，直接2针锁针过渡。最后2针锁针完成后，收一下线圈。最后，在开始的长针针目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结尾连接的引拔针需要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钩好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左侧锁针洞眼里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，早行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，下一洞眼钩一针长针，左侧早行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，第2行完成。后面的第3到7行对照图解往返钩织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8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钩一针长针，注意不要钩到起立针对应的针目上。2针锁针，接着在左侧4个长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4针并1针，先对应钩4针长针的未完成针。
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4针并1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解勾完这一行。第8行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勾完第18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19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照图解钩织对应的针法。3针锁针完成后，下面跳过一个锁针动眼，在下一动眼钩一针中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先钩3针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可以稍微拉长线圈，与右侧大致齐平。第1针完成，继续钩第2针，绕线，这里可以轻轻压住线，防止线圈缩小。继续再钩1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中长针3针的造型针完成。接着钩2针锁针，下一动眼再钩一针中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先钩3针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注意拉长线圈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继续钩完这一行。第19行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钩织，注意边钩边与左前片或右前片比对。起针处与右前片或左前片身体2区的第3行大致对应，边缘与身体侧边大致对齐。大家钩织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手松紧，保证织片对应。这里门襟末端呈扇形，中间多出部分距离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大家边钩边对比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行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最后一行，先立1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第1针上钩一针短针，接着在锁针动眼里钩一针长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钩腰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接着穿入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锁针3针的钩腰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钩腰拉针。继续在同一动眼钩一针长针，一个钩腰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接着穿入下方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钩腰拉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写钩完这一行。完成后断线。
这样一区就勾好了。接着钩至二区，找到一区第一圈正面，引拔左侧间隔一个洞眼的枣形针针目，在里面接线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在洞眼里钩2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下一洞眼钩2针长针，左侧枣形针上钩1针长针，第一行完成。后面继续往返钩至2区剩余行数，3区两侧需要加针。最后一行会遇到新的针法，长针3针并1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钩法，对照图纸，在对应的入针位置对应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1针完成。大家将3区部分钩完，注意边钩边比对。3区钩完后，与右前片、胸片结尾处大致对齐。注意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只钩至了边缘部分，大家注意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下方边沿同样是对齐的。4区开始需要引拔过渡，这里我演示一下钩法，先钩1针锁针，翻面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1针引拔针，这里椭圆形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继续在锁针洞眼再钩1针引拔针，然后挑针目对应钩2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下面是一针中长针和长针的并针，先钩1针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这里可以不拉长线圈，再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中长针与长针的并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第一行完成。4区后面的行数继续对照图解往返钩织，注意边钩边将右侧边缘与左前片左侧边缘对比，钩完后边缘应大致对齐。大家将其完成，最后断线即可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小样门襟完成后的样子。最后将左右前片与门襟拼接起来，将3个织片正面朝上，领口形成自然的弧度，相接位置首尾对应。这里注意，门襟的起针处与两侧身体2区的第3行大致对应，注意做好标记，不要有偏移。
这里是用钩织左右前片的线进行拼接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拼接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用记号扣标记好拼接的位置，多找几个点固定，保证织片均匀对接。先拼接一侧，将对应的织物反面相对。这里从左侧开始拼接，同时穿入2个织片，左侧边缘，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往右间隔适当距离，穿入边缘针法里侧，这里行与行不一定前后对应，挑大概位置，保证织片对齐即可。辫子尽量不要扭曲，将线勾出线圈，然后挑左侧这样的一根线，勾一针短针，重复之前的步骤，向右穿入合适位置，将线勾出线圈，可以看到左侧有这样的2根线，穿入勾一针短针，继续间隔适当距离，穿入前后对应的位置，拼接。注意后面均是挑这样的2根线，勾短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完织片相接位置。这里具体的入针位置，大家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保证2个织片均匀平整的拼接起来就可以。结尾位置对应拼接，最后预留5厘米线头当线，线头均在反面藏好。这样2个织片就拼接好了。另一侧织片相接位置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沿着侧边拼接，均是从左往右拼接。大家可以任选一段开始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其拼接完成，这样前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袖子分为袖身和袖衫。
先钩织袖身和袖衫，然后拼接，最后钩织包边。先学习袖身，分为1区、2区和3区。1区和2区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往返钩织，完成后合并钩织3区。这里大小码钩织方法类似，小码会遇到新的针法3卷长针。这里我以小码为例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先钩织1区，左侧不加不减，右侧边缘加针。针法入针位置注意对照图解，会遇到在同一位置钩2针长长针。大家对照图解钩织即可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，然后断线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1区就讲解完了。我们继续将起针线头在右手边这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织2区，小按这里钩完了第4行的前半部分，结尾2针锁针完成后，在最后这个短针上钩1针长针，1针长长针，和1针3卷长针，绕线3圈，穿入同一位置，将线钩出。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4次。3卷长针完成，第4行就钩好了。后面继续对照图写钩织，2区最后一行完成后，结尾不断线，这样2区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3区，这里行数接着2区继续，小码这里是第10行，大码注意对照图写钩织，在正面钩织，对照图解钩完2区部分。结尾短针钩在边缘短针上，然后钩1针锁针，取出1区，正面朝上，在最后一行结尾短针上钩1针短针，然后继续对应钩花样，钩完这一行。第10行完成，3区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花样，边缘不加不减，连接处对照图解进行钩织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袖撑完成后，钩织袖衫，在两侧减针，对应位置需要读线，遇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注意边缘针法的入针位置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最后断线即可，这样袖衫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拼接，这里将织物反面朝外，在反面将袖身侧边拼接起来。这里使用袖子的线钩织短针进行拼接，短针之间钩织3针锁针连接，具体锁针数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短针的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只要保证织片平整对接，正面纹理美观即可。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拼接，具体拼接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面演示用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2个织片，将2个织片正面相对，反面朝外，重叠放好，钩针穿入2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，接线，
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锁针过渡，锁针的数量参考图纸，这里钩3个锁针，接着穿入左侧位置，注意同时穿入前后2个织片，钩一针短针，再钩锁针过渡，然后同时穿入2个织片，钩短针，继续钩锁针和短针，注意前后2个织片对齐，不要错位。短针的入针位置不固定，只要钩织过程中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继续将这条边连完。完成后断线。这样，这条边就连接完成了。这是正面看到的效果。袖子拼接好后，下面将前后片肩部拼接起来，同样在反面钩织短针进行拼接。具体拼接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拼接时注意将之前前片的拼接边缘一起钩织进去。请看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
完成后断线。肩部拼接好后，将前后片身体侧边拼接起来。同样在反面进行，方法与袖身侧边拼接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将袖衫与前后片袖洞位置拼接起来。在反面将腋下位置对应，袖衫最后一行中间与肩部拼接位置对应，中间多找几个点固定，然后钩织短针和锁针进行拼接。方法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将其拼接完成，这样拼接就将接完了。最后在袖身1区和2区侧边及起针处钩织包边，取出对应线残，在袖身正面2个区域接缝处接线。然后往右钩织包边，方法与前片拼接类似，只是这里穿入侧边大致位置钩织即可。只需要穿入1层织片钩织。起针处将锁针包裹起来，遇到线头一起收进去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1圈。最后到了接缝处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穿入缝针，与开始位置缝合美观。然后打结藏线。这样包边就将接完了，袖子也讲解完毕。下面学习领子分为左领、右领、钩边和包边这几部分。先钩织左领，在前后片左侧部分往返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是中长针的重拉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1行，钩之前先找到前片领窝的中间位置，大码这里是5针锁针位置，小码则是2针中长针的中间。
做好标记。这里我以小马为例进行演示。然后找到后片左领尖这个位置，在边缘针目上接线，立一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对照图纸，在对应位置钩至短针，一直钩到系腰扣位置前。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，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二行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算作1针中长针，翻面，从第2针开始对应钩中长针。完成后第2行就钩好了，继续钩第3行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左侧中长针上钩一针中长针正拉针，绕线1圈，从前方穿入这针中长针右侧，左侧穿出，挑起这针中长针，钩一针中长针，中长针正拉针完成，后面简称正拉针。继续挑下一个中长针，钩一针正拉针，绕线，在前方从右往左挑起这针中长针，钩一针正长针，正拉针完成，继续一一对应钩正拉针。最后起立针上也不要漏掉。第3行完成，接着钩第4行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对照图解，从第3针开始对应钩中长针，最后起立针上也对应钩一针中长针。第4行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往返钩织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结束。完成后断线，这样左领部分就钩好了。接着钩织右领，在前片正面对应位置接线，在这一侧往返钩织，方法与左领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注意减针一侧的起立针上不钩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针法及手技问题，织物自然向右倾斜，右领左侧进行了加针，使左侧线条美观。如果大家钩完后发现右领左侧向左突出，可以将其改成不加不减钩织。方法与左领右侧边缘类似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最终织物美观就可以。完成后同样断线，这样右领就架起完了。下面进行钩边，找到右领右侧，这里小杨省略了部分位置，在第1行接线位置接线。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
然后在侧边对应钩短针，具体入针位置可以参考图纸，小样位置随机。针目位置对应钩短针，侧边对应钩短针，到了领尖侧边，挑边缘对应钩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。具体入针没有要求，在边缘形成纹理美观的辫子即可。下方同一个入针位置引拔一次，然后在另一侧继续钩引拔针。到了领子位置，对应钩短针，钩完前片这里断线，这样钩边就完成了。下面编织包边，先钩领子上方边缘的包边，在正面从左向右沿着边缘钩织，方法与袖子包边相同，穿入钩边的针目对应钩织即可。注意，后片领尖的开口位置不钩织包边，钩完右领的右侧，继续在左领钩边短针位置钩织，这里可以断线，也可以继续钩织，纹理衔接美观就可以。钩完左领侧边断线即可。最后用钩织包边的线，在前片领口这包边处反面缝合1厘米左右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在领子第一行位置钩织包边，这里从右领左边开始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案演示，穿入边缘包边的位置接线，这里注意从下往上挑起这样的入针位置接线，然后往右穿入短针的入针位置，同时穿入其上方针目，钩织包边。可以将领子向后折叠，继续穿入入针位置及针目，
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钩到前片领窝位置。小样这里没有钩织包边，实际钩织到这里的时候，可以将上方的包边稍微压在下方，让这里衔接美观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钩到左领右侧包边位置，最后在左领右侧边钩织扣眼。先在包边位置引拔一次，然后钩5针锁针，在领子第4行侧边引拔，穿入短针的入针位置引拔即可，不要钩到包边上。下一行再引拔一次，5针锁针，间隔2行，继续引拔2次，5针锁针，最后在拐角处引拔，挑大概位置引拔即可。断线。线头在反面藏好，这样包边和扣眼就钩好了，领子也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装饰分为下摆钩边、抽绳、大花、小花和扣子这几部分。先钩织下摆钩边，在前后片起针处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找到左前片起针处，穿入右侧拼接的入针位置接线，钩3针锁针，左侧锁针动眼钩2针长针，下一动眼引拔，接着钩2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2针长针，下一动眼引拔。我们将第一针引拔针之后的针法当做一组，后面就是在这样的锁针动眼里钩织这样的一组。这里引拔及长针的入针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保证织物平整、纹理美观就可以。大家继续沿着前后片起针处钩织，一直钩完右前片起针处。最后一组结尾的引拔针钩在包边的入针位置，完成后断线。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，这样下摆钩边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抽绳，具体抽绳长度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抽绳的钩法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下边的钩织方法。锁针起针，钩2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第一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钩出，钩针保持不动，
顺时针转动下方的支片，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出，再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继续顺时针转动支片，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短针，继续往下，顺时针转动支片，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，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，顺时针转动支片，然后挑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，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留线断线，如果需要缝合，则留长线头。这就是虾辫的钩织方法。完成后，将抽绳穿到前后片上，这里找到门襟的起针处，在其上方一点，穿入右前片边缘，也就是花样1这样的5针锁针动眼位置，然后在这一条线上穿线，上下交替，从5针锁针的动眼处穿线即可。具体穿线位置，大家也可以根据细号调整。最后从左前片边缘穿出。调整好后，将虾辫结尾的线头在虾辫里收好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抽绳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大花和小花有多个配色，分别钩织，然后缝合到对应位置。先学习大花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起针，锁针起4针，然后在第1针锁针上挑半针引拔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，先钩3针锁针，在起针的动眼里钩1针引拔针，线头收一下，继续重复2次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在左侧锁针辫子后方穿入起针的动眼，引拔1次，
然后钩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引拔一次。注意第一圈放在前方，继续钩3针锁针。我们将已经钩制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，在下一动眼对应的起针处引拔一次。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再引拔一次。3针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一组。最后在开始的引拔入针位置，也就是开始的动眼里，再引拔一次。最后断线。第2圈完成，形成6个锁针动眼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下面钩第3圈，在线头左侧第2圈的锁针动眼里接线。另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线头收一下。3针长针，回针短针。我们将这2针短针和3针长针当做一组，后面在第2圈的锁针动眼里对应钩织这样的一组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，继续钩第4圈，先钩一针锁针，接着在第3圈后方穿入左侧第1针长针左侧缝隙，挑起下方的锁针辫子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后面继续挑下一组长针，第1针长针左侧缝隙，挑下方辫子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短针和锁针。
最后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第4圈完成，最后钩第5圈，在线头左侧锁针动眼里接线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算作1针中长针，同一位置钩5针长针。1针中长针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在锁针动眼里钩织这样的一组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组完成后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这样一个大花就钩好了，其余大花对照配色表钩织即可。接着学习小花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第1圈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在线圈里钩5针中长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，将织物正面朝上，在上一圈引拔入针位置接线，钩3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3针长针，3针锁针，回针引拔针，下一针目引拔。注意左侧的针目有些变形，不要漏掉。我们将已钩织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对应钩织。最后一组结尾的引拔针钩在开始的接线位置。完成后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小花就钩好了，其余小花按照配色表钩织即可。大花小花钩好后，下面进行缝合，先对照成品，将花朵分布在对应位置，其中门襟起针处对应缝一个大花朵，其余花朵横向分散，上方也分布一些，
具体分布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抽绳两端，分别缝合2个小花。这里我以抽绳末端为例，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先取出2个小花，具体配色可以根据喜好决定。将其中一根线头穿入缝针，反面相对放在抽绳末端。调反面相接位置缝合。缝合时，将抽绳也固定一下。完成后打结藏线，另一根线头同样藏好即可。另一端按照同样的方法固定小花。其余花朵摆放好位置后，调反面的线与前片缝合固定。注意缝合时遇到抽绳，不要缝到抽绳上，以免影响抽绳活动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大花小花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固定扣子，先在后片右领边缘竖向固定3颗扣子，使用领子包边的线缝合固定即可，注意与另一侧扣眼位置对应。大家将其缝合完成。接着在前片领口位置和袖子开叉上方分别固定1颗扣子，注意这3个位置扣子下方需要先缝合一个蝴蝶结，这里蝴蝶结先钩织下辫，方法与抽绳相同。注意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钩好后，将下辫像这样盘成8字。注意其中的一面朝上，首尾居中固定一下。压在下方，稍微固定好。然后将其放在对应位置。调反面的线与织物固定，方法与花朵缝合相同。缝合时注意调整形状，保证美观。最后在中间固定1颗扣子，然后打结藏线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扣子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